2月5号，Dr. Dawashai 到了美国见了 Bang Jack。在 live 的时候呢，他说有人讲 Bang Jack 要卖 Dangmo 的电话，他很明确的说明 Bang Jack 多少钱都不会卖的。另外 Bang Jack 也已经 backup 了所有的资料，如果他把电话拿走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应该会变成更加大事情，对吧？他讲，如果你想过来把我收掉是没有用的，不如还是去把船上的人收掉比较好。他也表示最少会有3个人会被送进监狱。他会在7号晚上10点抵达机场，从11点到凌晨3点。DSI 也会使用 VIP 休息室，而 Bang Jack 也会继续留在美国，因为一些以往的案件，他被遣返回美国，直到2026年他才可以再次进入泰国。对此 ，San 说 Dr. Dawashai 要帮 Dangmo 寻求真相，可是为什么飞过去找一个有逮捕令的人？他能帮到什么吗？他担心他会因为被 Bang Jack 欺骗而丢脸。读了那么久的书才成为的医生，他难道没有工作吗？他也叫 Bang Jack 自己回来比较好，自己自首打官司比较好，因为他本身就是有逮捕令的人。至于电话里面有没有资料，他不是很担心。可是他说让 Bang Jack 自己衡量一下到底适不适合公开，因为有些东西是个人隐私，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要公开任何东西，请先想想。另外他说，如果有一天水落石出了，船上的人所受到的伤害谁会负责？希望以后真相出现了，事情不会变安静哦。谁做了什么就要承担后果。另一方面 ，Bang Jack recover 了2个影片，这2个影片都是在2月24号晚上的时候拍摄的，时间是10点19分，还有10点22分。第一个影片听到的应该是一个男生的声音，他讲这周围怎么没有电开着？这个是第2个影片。虽然第2个影片是没有讲什么话，可是就是有一句好像感叹句这样。然后这个声音呢，大家听着都应该挺熟悉的。这2个影片 Professor Bante 还是处于保留的状态，就是他也没有说 confirm 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啦，因为还没有被证实是不是真的从 Dangmo 电话里面 recover 回来的，所以需要等到DSI拿到电话之后自行验证。从第1个影片里面有一个地方很短暂的闪过，可是居然被 Professor Bante 发现到，跟这个地方看起来一模一样，也就是 Charan 92。不管是屋顶、蓝色牌子、树都非常的相似，就只是少了一个红色箱子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 Queen Ajaria 说，3年前当他向法院提交对5位嫌疑人谋杀的控诉时，他是有 Mayor 的授权书，并且是合法的。当天傍晚 Dad 打电话给他，并且责骂他周末不告诉 Mayor 就直接去提交控诉，而事实上他已经告诉 Mayor 了，并且也把证据拿给他看了。之后 Dad 就去怂恿 Mayor 说，如果他不撤销的话，他很有可能被嫌疑人告回，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需要坐牢。而 Mayor 最后相信了，所以他就去撤回那个控诉。那件事情呢，是关于华裔商人逃税的事情。Dad 以 Queen Ajaria 的名义跟华裔商人讨了1到2 million 的泰铢。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是在 Lawyer Desha 的直播上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这些人应该是有去报警说 Queen Ajaria 跟他们索取1到2 million 的泰铢。这期间华裔商人有被逮捕，见到 Queen Ajaria 的时候告诉他们确实是把钱转给了 Dad， 所以 Queen Ajaria 让他们去某个组织投诉，在此他也公开表明这件事情他并没有涉及在内。再来就是不久前 Dad 最新公布的 CCTV 影片，他说是新的证据，可是 Queen Ajaria 表示并不是新的，早在3年前就已经看过了，而且早前他们4个人去 DSI 给予证词和证据的时候，已经把 CCTV 影片提交上去了。影片是从某个独立组织那里得到的，因为一开始 Queen Ajaria 被21个警察提告的时候，曾经跟 Dad 索取过影片，而 Dad 拒绝了不给他。还有另一件事情 ，Queen Ajaria 跟 Dr. Dawashai 聊天的时候说到，Dad 打给 Bang Jack 跟他说，不要把 Dangmo 的电话交给 Dr. Dawashai 或者是 Queen Ajaria 他们，因为如果交给他们就会拿去跟嫌疑人或者是其他的人索取金钱。对此 ，Queen Ajaria 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而 Bang Jack 也有把他跟 Dad 的对话录起来。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Queen Sodi 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Dad 还有 Mayor 禁止进入太阳屋，因为 Queen Ajaria 他们已经收集证据3年了，直到今时今日。之后 Dad 就直播表示 Queen Ajaria 以往跟他要求的 CCTV 影片，他一次都没有拒绝，他每一次都会给 Queen Ajaria， 还让2个下属去帮忙开电脑弄这个弄那个，如今也还是在帮忙。
这3年来从来没有拒绝过。可是其他的影片 Queen Ajaria 并没有跟他要求过。这2年多 Queen Ajaria 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跟他要影片？就算没有 DSI 的时候 Queen Ajaria 跟他开口要影片，他都会给他。大家讲，当他拿到影片的时候，如果他知道这个影片是很重要的，他就马上拿去给 DSI， 并没有要拿这影片去跟谁谈判，也没有要拿去跟谁人索取金钱。即使他能做到， Queen Ajaria 打来的时候，他给他的下属要求，大家说如果他要的话，他就应该直接问 Dad， 第一，他要拿来做什么？他要拿给谁？还是他要用来这个跟谁谈判嘛？这是他必须要问的。如果他要拿来打官司， Dad 就给。至于 Bang Jack， Dad 让大家去思考，如果他做的是好事，那就称赞他；如果他有别的想法，那就应该向他问罪。回到 Queen Ajaria， 为什么每次他问 Dad 都给，最后一次没给？因为 DSI 已经跟他索取了，为什么他还要给多一次？他也感到很受伤，每次 Queen Ajaria 用他的影片的时候，从来没有 credit 他。当他听到 Professor Bante 说这个影片是来自 Dad 的时候，他真的很高兴。对他而言 Professor Bante 是好人，会忘记每个基点的起源，应该是类似不会邀功，会 credit 读那个原本做事的人吧。最后 Dad 也说，如果他们不跟他道歉，他就不会公开影片，所有的影片他都会删掉。但是如果他们道歉，他们明天就可以过来 copy 所有的影片。再来就是 Professor Bante 想要说清楚2件事情啊。第一，关于 Bang Jack 拿着 Demo 的电话，是 Matt 把电话寄给 Bang Jack 的。Bang Jack 也成功 recover 回很多照片跟影片，可能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可是大家要知道，是 Matt 同意并且自己寄过去的，他们并没有涉及在内。也请大家知道，这些证据不应该有任何的异常，因为警方之前已经拿去了，并且收了大概70天这样。当被拿回来的时候，发现 data 可能有被删除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第2次的过程发生，就是把电话寄给 Bang Jack 啊。直到现在，终于有机会看到，尤其是资料的可信度，他们证明了多少东西。同时也认为 Bang Jack 是诚恳的，愿意提供资料，还有给予配合。而这段时间以来 ，Professor Bante 并不是自己收到这些资料的，而是 Dr. Dawashai 先过滤一轮。他说 Dr. Dawashai 把资料给他们，不是因为 Dr. Dawashai 相信 Bang Jack， 而是因为检查的数据确实是跟 GPS 的数据是一致的。另外 Bang Jack 以往说过的话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撒谎，检查电话过后就可以证明了，大家也不必再猜测或者是争论。另外他们也发现有人特意打压抹黑 Bang Jack 所发出的2段影片，就是利用一些虚假账号来按赞和一系列的操作啦，为了让大家相信这2段影片是有人特地拍了发给 Bang Jack 的。他们检查过后发现全部都是 AI 来的，都是假的账号，同时也发现了这些账号都是使用同一个网络的。第2件事情，关于 Dad。Professor Bante 是这样说的，这3年来 Dad 去调查这些事情是大家都看见的，他的努力，他的坚持，他带来的 CCTV 影片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就算 Queen Ajaria 没有拿来用， Professor Bante 自己本身没有拿来用也可以，因为已经有别的途径做到了。但是他们必须 credit 读媒体，还有这3年以来所有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他们想要一起参与的大家把这个案件称为历史性的案件，团结一致的达到揭晓真相的目的。他表示他非常感激这3年以来提供照片和影片的所有人，包括 Dad。当 Dad 把照片跟影片交给 Amarin TV 播出时，他也非常感激主持节目的人。而 Amarin TV 的人也告诉他说是 Dad 给的，但是当他们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Dad 就说不让他们使用这些影片。他讲感觉就像是 Dad 在把 Demo 的 case 当作是一个筹码一样，尽管这个是一个关于一个女生的安全的事情，跟资料没有任何关联，意思就带有点说 Dad 有点公私不分啦。而且他也告知大家，他不是 credit to Dad 一个人而已，因为影片的版权是属于影片拍摄者的。Professor Bante 他们没有影片，只有 Dad 一个人有而已，可是他们依然有办法可以通过其他管道来获得这些影片。但是过去3年 Dad 的奉献，不管是寻找影片或者是尝试寻找新证据，也不管有多少阻碍，多少的危险，还有很多别的因素而导致他最后退出案件， Dad 所做的一切他都非常感激。但是这一次他们对于 Dad 不舒服的地方跟资料的事情没有关系。他之前想要联系 Dad， 就是希望 Dad 能够一起筛选数据，那什么是新的数据，什么是已经有了的。由于 Professor Bante 来的比较迟，
可是之后，当他了解了他们的立场可能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一起工作。尤其是其中一篇访问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就是 Dad 说政府人员并没有失职，也没有不正确的履行职责，而是因为时间的限制，他们只能做到这样而已。而 Professor Bante 他们并不赞成这一点，这个完全跟他们的立场就不一样了。这可能也会导致他们的案件发生更大的动荡。Professor Bante 也在此确认 Dad 从来没有要求过要加入他们的团队。他们目前最担心的不是 Dad 这一点而已，而是 Dad 自认他一直都和 Matt 在一起，类似在旁边 support 他这样的。Matt 这一点才是他们最担心的，因为 Matt 一直都在变来变去，已经很多次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确认 Matt 还有 Dad 声称要把资料送到昆索蒂那里，直到今天为止完全没有人联系他们，不管是 Matt 还是 Dad 自星期一以来都没有联系过他们，以至于他们不确定 Matt 和 Dad 是否是因为要跟某些人谈判而这样子说的，一直只听到有人说要来，像这样他们只能给 Matt 跟 Dad 一个建议，如果他们真心相信这是一个谋杀案，他们已经有很多的渠道可以去做事了，不需要再来插手昆阿加瑞亚正在处理的案件。第一，这个案件 Matt 是共同原告，他可以要求更改控诉，如果他有证据，因为法院还没有宣判一审判决。第二，没有必要来找他们，因为大家的目标不一致，可以直接把证据交给 DSI 就好。所以他讲，请允许大家各走各的。如果 Matt 和 Dad 不认同政府人员失职这一点，他们就要去找他们要走的渠道，请尊重彼此。Professor Bante 也已经改正事实，但是他不会道歉。因为如果他们道歉，代表他们做错，但是他觉得意见不一致不是错，不一样的方式也不是错，大家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做事。关于 Queen Ajaria 和 Dad 的对话，他说他并不清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这一点他只是在意案件的本身，其余的事情接下来该怎么做，都是 Queen Ajaria 自己的自身权利了。接下来 Queen Ajaria 表示他从来没有跟 Dad 拿过 CCTV 的影片。以往在法院里面的影片 Dad 并不知道真相，只是一直告诉大家他们所使用的影片是他的，其实并不是，多数影片都是来自于 Pinum 的，也包括 Tyria 跟 Amarin TV， 他从来没有用过 Dad 的东西，除了一张照片。第一点， Dad 的下属很大可能没有告诉 Dad 他们没有用 Dad 的影片。第二点，这3年以来，大家听他说对于嫌疑人提交控诉的事情，依然坚持相信 Dad 就是那一个给 Lawyer Krishna 设置障碍的人。他去提交的那一天4点半也是有跟 Lawyer Krishna 见面，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巧合，当天 Dad 打电话骂他，隔天 Matt 就去测速了。这种状况 Dad 要他怎么想？第3点，当 Dad 拿出35个 CCTV 影片的时候，他并不感兴趣，因为以往这3年，他跟 Mr. Ig 持续都有在做这件事情，从没有真的 GPS 直到有真的 GPS， 以及从各个媒体得来的 CCTV 片段，其中也包括 Dad 的。Mr. Ig 分析的最主要是来自媒体，不是拿 Dad 的来用。不管怎样，他们在 Dad 录口供前就已经把资料发给 DSI 了，必须确认这就是事实。另外，他说他没有兴趣要竞争夺人眼球，因为以往这3年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帮 Dagmar 而已。2月7号 Dr. Dawachai 带着 Dagmar 的电话回到泰国，法政人员也当场做了一系列的取证，像是提取袋子、电话壳、SIM 卡等等的 DNA 样本。前一天 Bang Jack 自己亲自把电话放进去，并且说明他把电话交给 Dr. Dawachai 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善用，他没有索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好处。他交出来是为了要归还 Dagmar 公道。他收这电话3年了，没有交给任何人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资料，他认为不能交到给错的人的手上。接着他就把电话放进2个袋子，他说任何人接下来如果有碰到电话，你们就会找到谁的 DNA 在上面。另外，整个调查的期限是6个月，如果没有办法完成的话，可能会延展多1-2次，每一次呢是3个月的时间。之后 Dr. Dawachai 也现场打给了 Bang Jack， 让他跟记者们沟通。通话途中呢 Bang Jack 说了3件事情。第一， Bang Jack 表示当 Dr. Dawachai 要去美国找 Bang Jack 拿电话的时候，有人联系了 Bang Jack， 并且开了2到5 million 的价钱来跟 Bang Jack 购买 Dagmar 的电话，但是他并没有要卖，同时他也没有公布购买者的名字。第二， Dagmar 电话已经在他那边3年了， Matt 从来没有要跟他讨回过。当他 recover 所有的资料之后，他去联系了 Lawyer Desha， 问他们要不要交还电话帮助案件。可是 Matt 和 Lawyer Desha 一点都不关心这件事情。第三，他很肯定的是 Dagmar 的电话并没有被纳入案件之中，不然的话电话怎么可能会在他那边。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补充，就是 Professor Trin 也在1月31号的时候呢，被 DSI 委任为顾问，以提供心理跟行为犯罪学的意见。话说回来，电话才刚回来而已。隔天 Professor Bante 就告诉大家，有人试图登入 Tangmo 的 iCloud 账号。这个人不是政府人员，他也表示难怪早前的照片居然可以被删掉。他也认为这个人肯定知道密码。他说任何知道密码的人都可以告诉你他不知道密码。可是很幸运的，那个人开不到，因为他们已经设下了陷阱，设定了 Tangmo 的 iCloud 账号只可以在指定的通讯设备登入，不是任何人的都可以登入。这也是另一个证据，你无法改变的。而我们也已经知道你是谁，用的是哪一家通讯设备，以及是在哪里使用的。据说 BankJack 自己有把 SIM card 放进 Tangmo 电话里面，原因是因为他说要让电话有 data 才能 recover file 之类的。Professor Bante 继续补充说 ，BankJack recover 回来的 file 里面总共有多达4万张照片，这些照片他也已经看过了，之后他会持续告诉大家都有些什么。他也有一个疑虑，就是为什么要把这4万张照片删掉。他也公开了一些我们之前看过的照片，类似工作照，还有一些 Kratik 他们在船上的照片。另一方面，关于之前的2个影片，很多人都怀疑是 Hippo 的声音。Hippo 说影片里面的人100%不是他，因为24号当晚他在 Workpoint 做工。他认为第一个影片的声音讲话的方式很像 LGBTQ 的声音，因为他有朋友也是这样子讲话的，类似停顿句的方式吧。案发当晚8点27分，他打给 Tangmo 问：“你能一个人上节目吗？”当时听到很大的风声 ，Tangmo 可能也就听不太到，所以就讲说：“等下再打回来可以吗？”然后就挂电话了。如果还没有记错，电话是在 Kratik 那里。找到 Tangmo 尸体后，一波需要警局给口供，然后问了 Tangmo 的电话是不是在警方那里。警方说是的，他们收着。回到那2段影片，他表示也是有可能 Tangmo 自己按到自己不知道，他很依赖电话的，一直都有在玩电话，也有发现他之前有空的时候就会做着 arrange 相册等等。他认为 Tangmo 多多少少都会拍照，因为他很喜欢拍照，掉下河之前应该会有拍很多照片的，大家就会知道他去过哪里，以及最后拍的照片是在几时。好的，话说回来，现在开头的那2段影片呢，最后有人出来认了是他拍了，之后上传去 TikTok 的，时间是2022年5月22号，就是 Tangmo 离世后的3个月。这个人的家呢，就是靠近 Charan 92附近。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他就去了拍下来看看。因为他有在关注 Tangmo 的案件，他也再次确认影片是 BankJack 还没有拿到电话之前就拍下的影片。这件事情，那个人也已经告诉 Dr. Dawachai 了，这又开启了另一个话题。有人开始质疑是不是 BankJack 特地把影片 save 起来，然后戏弄大家的。对此 ，BankJack 也做出了声明。早前电话还没有送到他手上之前，在警方那里已经差不多有4个月了 ，Matt 才寄过去给他。他表示很多照片都是真的从 Tangmo 电话里面拿出来的，可是谁做的，或者是有人把一些照片、影片放进去吗？他不清楚。他说有不怀好意的人把资料放进去电话里面也是有可能的，也有可能是人家设一个陷阱给 BankJack， 到最后别人就会说他提供假证据等等。不管怎样呢，还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等 DSI 真正去调查过后才能知道啦。我在翻译的时候发现有一篇访问，3年前我应该是没有说过这个，而这一篇访问某些部分有关联到 Paul 最近讲的事情。3年前 Paul 在 Tangmo 出事之后出来解释，所有人都没有看到事情发生的过程，因为大家都面向船的前侧，而当时 Tangmo 在船尾，所以那个看到的人就只有Sam一个人而已，因为 Tangmo 抓着Sam的脚， Tangmo 也没有告诉他们说他要去做点事情，所以他什么都不知道。当时他就站在开船的那个位置，可是开船的不是他，是 Robert。 关于厕所，船上是有的，但是有东西在里面，如果有人要用，他们可以移走里面的东西，就可以小便了。接着记者就问了，也就是说厕所里面的水流循环系统并没有坏，在可以使用的情况下，但是选择不使用，对吗？后边回应了，应该这么说，是可以用的，但是通常会用这种船的人都不怎么常会用他的厕所，因为那个目的地很靠近而已。他这样讲其实不是更加 sus 吗？很靠近，可是不能在 Tangmo 上按小便。接着他讲，像他们去吃完饭要回的时候，全部人都上了餐厅的厕所，只有 Tangmo 一个人没有去上厕所。记者接着问，途中有很多位置可以停下来，为什么没有停下来去上厕所呢？他表示他并不清楚，因为 Tangmo 没有告诉他。
也有很多人问了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他没有马上来这里处理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的朋友明明还好好的，突然在1-2分钟之内人就没了，他想问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心境来回应大众？他相信没有人可以做到，他也表示他睡不着。他们都很震惊当天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只是去吃饭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但是突然间直接不见，也没有一个答案。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report 这件事情。记者接着问，确认当时 Demo 落水的时候是没有喝醉的，对吗？他说是的，他相信当时他们6个人并没有喝很多，所以100%相信他没有喝醉。当被问到这是意外还是什么事情发生是因为管理上的疏忽吗？他就直接说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他们说的是事实。I mean， 很奇怪啊，如果说他认为他们讲的是事实的话，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难回答？接着他说他想告诉大家，他们感到很遗憾、很伤心，一起和朋友去吃饭就没了。他们也没有逃避或者是不想来提供证词。最后一个问题呢，记者问到为什么 Paul 要去见 Lawyer Dam 呢？他说因为他朋友告诉他 Lawyer Dam 很有经验，会给予意见，就像是类似可以消除所有人的烦恼和恐惧。老实说，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也不知道会面对什么。记者就直接反问他在害怕什么。他表示一个从来没有遇过这件事情的人，他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会不害怕的。